注意看，日本女拳王逼迫张伟丽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张伟丽不顾团队劝阻，毅然决然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一向头脑冷静的张伟丽主动跳进日本人设计的圈套？此时的张伟丽年仅19岁，只是打了几场表现比较出色的比赛，就被日本官方给盯上了。不仅三番两次的邀请她前往日本打比赛，还妄想利用张伟丽在中国的影响力，从而让日本传奇女拳王光荣退役。这已经不是把张伟丽当成刷战绩的小怪那么简单了，而是想要以此来彻底将中国功夫踩在脚下。为了保证退役正常进行，日本女拳王佐佐木仁子还胁迫张伟丽签订不平等条约，不仅要求她在比赛中不能使用传统的散打招式，还必须要遵守裁判临时制定的特殊规则。甚至还在擂台上当众对张伟丽下战书，扬言要代表日本空手道与中国功夫一较高下。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了这是赤裸裸的赶鸭子上架。面对对手的挑衅与嘲讽，年轻气盛的张伟丽不顾团队的劝阻，坚持奔赴日本战场，是要在日本的地盘上暴揍日本狂人，为国争光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张伟丽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红色上衣是中国选手张伟丽，黑色上衣则是日本女拳王佐佐木仁子。这场比赛对于张伟丽来说，不仅仅只是一场不平等之战，而更是一场证明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的实力之战。对手的强大不仅没有让他退缩，还再次激发了内心的战斗欲。反观对于佐佐木仁子来说，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位中国小将放在眼里。毕竟他征战擂台20年，不仅拿到的冠军荣誉数不胜数，还凭一己之力称霸了亚洲拳坛长达3年之久。所以对于他来说，暴揍一个健身房教练简直就是信手拈来。さらにそこからパンチへのつながり、中に入ってきた。ワンツーもスムーズ。またパワーがありますね。下からの蹴り、振り回してきますね。24歳のチャン・ウェイリー、右ストレート、いやもうほとんどフックか。佐々木の顔面を捉えています。重いっすね。重たい。いやもう躊躇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せん、チャン・ウェイリー。乗り込んできてますからね。此时佐佐木仁子这家伙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无论张伟丽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不能阻止他猛攻的步伐。而日本女拳王之所以如此自信，一方面是看不上张伟丽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张伟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。甚至这还是在日本的擂台上举办的一场比赛，只要张伟丽不能以 KO 获胜，那他就算拿到了天大的优势，也会被当场黑掉。要知道，佐佐木仁子在日本拳坛可谓是元老和传奇般的人物，此时眼看就要退役，那无论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日本官方都会尽量满足。ただあんまりね、いただいちゃうとパンチを朦朧としちゃいますからね。そして試合時間も女子は2分3ラウンドです。男子よりは1ラウンドが短くなっています。突破口は見えたか。佐々木の右。刚刚踏上职业擂台上的张伟丽，并没有强大的团队教练支持。在中场休息时，佐佐木仁子被围得团团转，反观张伟丽却只能自己休息调整。实力和教练团队之间的差距，注定了这是一场艰难而又巨大的挑战。而虽然佐佐木仁子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脚猛压张伟丽的内围，但张伟丽却利用灵活的游走拉扯，不仅没有让对手得逞，甚至还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优势。不过对于佐佐木仁子来说，只要自己不断进攻，维持表面胜利，那已经达到了光荣退役的目的了。しかしここで小比類巻選手、なんとか佐々木が前進しようとしま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サンダはリング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。リングって逃げられないですよね。で、こうなってくると足が止まってくると、捕まえられますよね。徐々に足が止ま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佐々木が前へ前へというところ、右をかわして右、さらに膝というのが佐々木です。回して打ち込むような膝もある佐々木。佐佐木仁子不愧是征战了20年的拳坛老将，无论是自身的打法战术，还是对体能的分配能力，都足足甩了张伟丽10条街。虽然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他全程都在发起进攻，但体能和状态却完全没有受到一点影响。反观一直在且战且退的张伟丽，由于频繁的打出防守反击，而貌似有些力不从心。不过张伟丽可是中国100年难得一遇的搏击天才，从他签订条约的那一刻起，就做好了抗争到底的打算。就算佐佐木仁子的嚣张气焰也强，也不能让他半途而废。がに盛り返しています佐々木。抑えての膝、攻撃につながる。
ジャン・ウェイリーも必死に返します。しかし、関根さんもう明らかに表情が変わりました。ちょっと追い込まれてますね。口を開いて呼吸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ね、ジャン・ウェイリー。パンチに力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。バテましたよ。バテた。飛ばしすぎましたね。第1ラウンドに全てをかけたか、ジャン・ウェイリー。从佐佐木仁子这恶狠狠的眼神来看，应该是张伟丽将他给打急眼了。要知道，赛前日本官方可是大张旗鼓的宣传这场备受瞩目的中日之战，而不少拳迷粉丝也专门跑来现场，只为看到他们的格斗女王暴打中国人。但此时在擂台上，张伟丽不仅没有倒下，甚至佐佐木仁子还被打出了鼻血。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佐佐木仁子决定开启狂暴模式，再次疯狂发起进攻。必须要找回自己丢失的颜面，绝对不能给自己的退役之战留下一丝污点。潰してきます。潰して前に出てくる佐々木。まだ顎までも横蹴りが届く。ならばと拳で佐々木。小出今木選手、やはり佐々木が何発か蹴りを食らってもというその後ですよね。そうですね。相手の心理からすると、蹴っても前に出てくると、そうなると嫌がりますよね。でスタミナも奪われるってんですよね。だんだん捉えてきますよ。情况的不可控让裁判也得到了指令，开始紧盯着张伟丽的一举一动。只要他敢施展杀伤力大的招式，那裁判绝对会上前对他进行口头警告。不过好在张伟丽早就已经对日本官方的阴谋心知肚明。此时，无论佐佐木仁子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不能让张伟丽丧失理智，从而让对手抓到把柄。脑瓜子灵活的张伟丽应该也明白，他想要拿下胜利无异于天方夜谭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就更要小心谨慎，绝对不能给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丢脸。小出今木選手、ここの距離は潰していますか、佐々木。そうですね。さらに前へ、右。パンチが当たる。これしかない。気迫がすごいですね。佐々木選手。もう覚悟が違うんだという以前コメント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、ここでこそそれを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、できないか。比赛到这里，基本上已经不会再出现 KO 的局面了。张伟丽不能 KO 佐佐木仁子，这很正常。毕竟此时的他只是打了几场职业比赛，甚至还没有辞去健身房教练的工作。然而，佐佐木仁子却可是一位实力与名气兼备的老牌拳王。如果和一位中国的健身房教练打得不相上下，那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可能谁也想不到，中国小将会在擂台上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。或许如果没有那些不平等条约的限制，那佐佐木仁子有很大可能会倒在张伟丽的脚下。もうそれは十分わかりました。いや、そして眼光鋭い。佐々木コールが場内鳴り響いた。ジャッジした29対28、赤佐々木。1ポイント差、佐々木。ジャッジは29対28、赤佐々木。最终在一系列的操作下，佐佐木仁子成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但对于张伟丽来说，这并不是失败。她能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，还和日本女拳王血拼3个回合不分上下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看似是佐佐木仁子以点数优势光荣退役，不过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这位传奇女王的实力到底如何，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仗着自己的地位就想倚老卖老，却殊不知张伟丽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张伟丽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